你知道以前的 SUV 谁的通过能力最强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老款的奔驰 G500、兰德酷路泽、路虎揽胜、保时捷卡宴、宝马 X3、普拉多。大家猜一下这几辆车的通过能力谁更厉害？先来看一下这代老揽胜的表现，它搭载的是 4.6 升的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85匹，峰值扭矩340牛米，马力扭矩看起来都跟它的排量匹配不上。但这可是一辆1994年的车型，还能拿到现在越野，也确实厉害。虽然年份较大，但它一样配备了越野模式，后桥带有一把差速锁跟一把中央差速锁。第一遍在没有锁止后锁的情况下，老路虎并没有完成爬坡。第二遍把中央差速锁锁止之后，老揽胜的通过能力有了质的飞跃。看来在越野方面，差速锁的作用还是要比马力更重要的。拥有2把锁的情况下，揽胜可以胜任大部分地方，但最终还是被这个深度半米的交叉轴给困了一会。不过经过多番尝试，揽胜算是完成了挑战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宴的表现。这代的卡宴搭载的是 4.5 升的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40匹，峰值扭矩420牛米。卡宴标配了一把中央差速锁跟选配一把后锁，但车主表明这辆车当时并没有选配后锁。此时不难发现，车主并不太舍得踩油门，似乎想要测试卡宴的极限通过能力。2把锁虽然可以胜任大部分地形，一把中锁的情况下难度就更大了，遇到一些小的交叉轴会比较吃力，加上车主不怎么加油门，看起来就更难了。接下来卡宴即将进入深度接近半米的交叉轴，在前后各有轮胎悬空的情况下，一把中锁是不足以让它脱困的。但当时那个年代的卡宴已经完善了电子辅助之类的科技配置，在检测到悬空的轮胎打滑后，电子限滑介入对其进行了限制，使动力传递到其他不打滑的车轮，加上司机的技术跟不断的加油门，卡宴最终也成功通过。而当时的宝马则更加相信科技配置，全时四驱加上电子系统的辅助，这辆宝马 X3 全车没有一把差速锁，并且可能由于轴距较短的原因， X3 的脱困能力居然超乎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。大部分人都将功劳归于轴距短，遇到交叉轴时不会导致前后轮同时出现打滑，加上没有打滑的车轮依旧可以得到较强的动力输出。宝马 X3 的通过能力让在场的百万豪车都自愧不如。这辆 X3 搭载的是 3.0 升的直列6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58匹，峰值扭矩300牛米。同样来到这个难度极大的交叉轴，宝马 X3 的后轮目前还能接触地面，不至于出现2个轮胎完全打滑，加上司机那过人的技术， X3 也通过了测试。从没有差速锁到前中后各有3把锁的奔驰 G500， 奔驰大 G 一出场，几乎现场的人都拿出了手机一顿拍。车主话不多说，直接3把差速锁锁止，低速四驱一开，整辆车可以用极低的速度保持前进。3把锁锁止的情况下，4个轮子的转速都将相同，不会出现悬空的车轮消耗了大部分动力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大 G 不仅速度极慢，同时还展示了在交叉轴的时候完成半坡起步。网上还有句留言，除非你把奔驰大 G 翻过来，不然只要有一个车轮着地，它就能带你脱困。而奔驰大 G 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轮胎没有出现一丝打滑。来到难度最大的地方，奔驰大 G 依旧保持着不紧不慢的速度，表现的可谓是相当从容。停下来再次启动，似乎在向周围的世人告知它的超强越野能力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兰德酷路泽的表现，它搭载的是一个 4.7 升的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75匹，峰值扭矩410牛米，配备了一把中央差速锁跟低速四驱。在底部遇到较小的交叉轴时，酷路泽表现的基本跟奔驰无异，但还没开出去多远，便暴露了仅有1把锁的差距。轮刚进入到里面就出现了打滑，由于只有1把中央差速锁的原因，发动机产生了动力会给